关于逆天改命这件事情，有一个前提，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怎么发展的，正常的轨迹是什么，那你就更谈不到改命的这个改命之说了。而为什么了凡他有这么强的认知和感受呢？因为他在15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高人，那这个高人把他今后的功名利禄算得清清楚楚，哪一年考第几名吃多少皇粮，吃多少食多少斗，算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这一点才让了凡深信不疑。所以说了凡是先相信了他的这个前面的命是确定的，才有了后来他碰到了云谷禅师之后真正的改命的这一说。原来算他是活到53岁，后来他自己通过改命活到了74岁。原来算他是没有孩子，那最后通过他自己的改命，他有2个儿子。所以说了凡四训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这么重要？因为它解决的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东西，功名考取功名，当官。了凡通过改命做到了，因为原来在他的命里头，他只能当秀才，但是不能当官，没有官职。但是通过改命，他当官了所以这是所有中国古代文人最感兴趣的，当官。在中国古代没有儿子是一个非常不孝顺的事情，在你没有后代的前提下，能让你有儿子，这对多少人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谁不想活得长，谁不想长寿？了凡通过自己的改命，就能让自己本来53岁的寿命活到了74岁，足足增加了21年的寿命。所以说你看，升官发财生儿子延长寿命，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人，我们的普通人最想改变的东西，他全改了。好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刚才我们在 Zoom 会议室里放了一个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视频宣传的小短片，关于了凡四训这门课的。那我们呢，现在来说今天的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参与心灵家园的共建这是我们共建者大会的。那心灵家园的共建的理念就是共建、共有和共享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怎么参与当中。这是很多共建者一直想参与的。稍等一下首先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家园介绍，因为家园介绍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次了，在座的都是家园的老朋友，我们介绍的就比较短。如果是第一次加入心灵家园的，如果你想对家园的共建感兴趣的话，建议你去高维意识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心灵家园共建的一个2个多小时的一个视频，那里头有完整和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做一个完整的心灵家园的整体的介绍，我们只能是简单的做一个介绍。然后呢，下面就是最近的工作进展，还有未来的展望，还有如何参与共建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4个主题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首先呢，说心灵家园介绍呢，它主要是分成线上和线下2个社区，是变成是一个整体的它是不分的。那主要来说呢，我们简单介绍来说，就是线上呢，我们是学习，我们交流，我们陪伴我们共同的参与。那线下呢，主要是实修练习，还有聚会变成我们自己真正的家园，我们可以在里头有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一个互相联络感情凝聚的大家的情感的一个地方这是线上和线下是不分家的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它是以共建、共享和共有为主要核心价值的，它是以青色组织理念，然后呢结合的心灵成长为目的的一个大型的社区心灵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它在我们的脑海中，也在我们的线上社区里头，也在我们线下的面对面的实际的3维世界里面。然后呢，它是主要是为了完成人类往下一个阶段进化或者是发展的一个前期的，我们做一个前期的尝试和前期的实践不论是青色组织还是灵性的成长和发展，这个都是未来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我们呢，可能是
早期的先行者，我们先走一步，我们给大家去来探索这中间的发展和这个必经的这个历程。然后本身呢，我们的目的呢，也是更多的是成就自己和完成自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我们自身的获得是最多的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我们都介绍了很多次，不介绍太多了。对，然后呢，我们在家园的成长呢这个做的很卡通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传递给大家一个好玩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首先呢，我们是提倡是活出爱、成为爱和传播爱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这是我们心灵家园的一个口号之一。那活出爱呢，就是要爱自己，在家园里尽情的绽放，尽情的玩耍这个我们不要把家园搞得那么严肃，好像进来之后就是学习成长来练习提高，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不是家园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儿来学习的玩耍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之一所以说呢，首先要活出爱，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在生活中把那种爱的状态活出来。那第二个呢，叫成为爱在爱中学习成长，家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这个链接流淌这是我们的一个场域的力量。我们在这个场域里头就能够成为爱成为爱本身。那成为爱本身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当你达到了一个能量的状态之后，你开始传播爱分享爱向你周围的人，用你的存在的状态去影响别人你不需要去给别人说教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教给他什么东西，或者一定要怎么样你只是把你的状态活出来了别人自然而然的就会被你影响就像我们昨天在公众号上发了一个文章那里面是的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帮助和点亮在黑暗中的那些人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或者在你无意间就做到了这些事情。对，所以说这就是成长教练带有更多的人去活出爱的这种状态这是我们心灵家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下面看呢，其实心灵家园在里面呢，我们主要是提倡几个理念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边学边赚钱就是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可以赚钱，然后一边当老师除了教和学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既是学生又是老师，这里头没有什么谁是绝对的学生，谁是绝对的老师我们前2天也在线下分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们为什么采取共建这个模式，就是在这个共建当中，这个共建者，我们每一个共建者，你在跟别人分享，在跟别人去传播的时候，你自身的提高的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谢小姐一直跟我们强调她说你自身的获得是最大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大家看到我就能体会到，我本身就是从最开始分享赛斯资料，然后在这个几年当中，其实我自己从大家身上学到的是最多的，我获得的大家给我的爱是最多的，然后我的成长也是最快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了这是一个成长最快的一个秘诀或者是法门，我就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传播当中，在分享当中，真正的让自己得到更快的提升和成长这比任何的你上多少课学多少东西要有效的多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就是玩的当中，我们要去想办法去赚钱在玩的当中，我们自己快快乐乐的玩耍我们有各种游学活动，各种线下活动每个线下社区都会组织自己的活动，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之后呢，这些我们组织者也能从中间获得一些收入，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组织你自己的线下活动从中间也获得了一些收入那如果你成为讲师我们前4个月一直在做讲师培训，那我们这些讲师呢，我们也给他设计了一个他的成长路径和成长的一个人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他如果按照这个职业生涯规划去发展成为家园的这个老师的话，那他的收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说这是不论是学，不论是玩，不论是参与家园的这个共建，包括去分享去参与线下活动都可以从中间在得到成长和提高的时候也能获得收益。赚钱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我们在
身心灵各个方面，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上，在各种方面都得到了一个丰盛和提高。对，我们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有线下的一些公演呀，有音乐疗愈之旅呀，或者游学之旅呀，音乐兴趣的小乐队呀，我们可以组织那种什么演出啊。我们的艾玛还有一些，今天他们还在给小慧儿在做这个造梦的这个练习啊，等等，就是非常的有效，而且感人啊。这个小慧儿又哭得跟啥一样啊，就是梦想实现了。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各种活动把家园的社区活动把它组织好，组织起来这里头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包括自发的社区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一笔带过了，就全部包括在里面了这我们的就是我在描绘我们的家园是个什么样子的大伙儿就能知道。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组织各种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线下活动，对吧？一起去旅游，一起去户外露营，一起看电影。我们有各种骑行的、健身的还有什么文学社，有剧团、有艺术团、有电视台有乐团、有诗社等等。这些活动都是将来进家园社区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作为家园来说呢，我们会对这些各个活动的组织者我们会有组织嘛，比如说诗社是有自己的组织，骑行有自己的组织，那我们会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和扶持就像大学里的这个各种俱乐部或者各种兴趣爱好小组是一样的，由家园出面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然后让这个活动呢丰富多彩，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受益者，我们也能参加进去。然后呢，这个我随便举了几个例子但是不限于以上这些每个人有各种兴趣爱好的，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织自己的兴趣小组或者这种活动小组，然后我们会根据你们自己提交的经过我们一个审批然后把你的活动呢就公布到家园的社区活动当中去。那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是我们家园的社区活动的一部分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有特殊特长的或者兴趣爱好的或者仅仅就是喜欢玩的都可以参与进来我记得在前面四期课里头，到第3期的时候那个丁慧儿特别兴奋的找到我，他说：“你知道吗，麦克，我告诉你，我终于发现我的天赋特长是什么了，就是玩就是我的特长我的天赋能力就是这个。”他自己特别开心其实我们都是来玩的不要太当真。对，那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玩一群同频的人一起在玩乐当中就价值完成了。然后我们有独特的学习成长体系还有自己的这个运营推广收入的这个体系这都是比较完善的。那个家园的学习体系，这个大伙儿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不用担心，我们有5大层级的体系，从疗愈到个人成长到探索宇宙真相，到与世界的关系，到最后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更高的意识层面上去提升、开发自己的9种内在感官、其他的潜能，这一系列的课程体系，我们都有完整的体系，我们就不用担心学的上面上。我只是担心大家学的太多了就是我们学要适可而止学不能就是弄得太多不能天天闷头学闷头学傻了就是不论是学3维的知识，还是学我们现在这些知识学和玩要结合起来，劳逸结合就是学了还要学以致用用就是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对吧？那么《论语》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个实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不对？学了就要去练习，这个练习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实践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说就是学然后呢，要有这种教的话，就是我们作为灵性成长的一个社区，这个教学肯定是关键。那这里头的教学呢，不只是这个灵性成长的教学，我们还有心灵家园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教育体系教育部门就是当时我记得是易可好像还说，他说我们几个组织了一个心灵家园的一个教育部门我们特别胆大的称之为心灵家园教育部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组织心灵家园的学前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要把这些课程呢逐步的都做起来，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将来都有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有学习的地方，也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有学习的地方所以关于教是这块教学的教。那其实呢，我们还有自己的这个老师培养体系就是
就是大家要把西林家园里面的这个知识培养和成长体系呢，不要把它看成家园唯一的一个东西。大伙儿一定记住，家园就是一个社区。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这种教育体系一样，就是它相当于一个普通的教育，任何一个社区、一个社会都有教育嘛，我们就是做这些的但是它不是所有的，你不能说我们的社会从头到尾就全是学习那我们学到高中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我们就不学了吗？家园也是一样的就是学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去实践了，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教是这块的。家呢，我们就像家一般温暖的地方，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有一个陪伴体系都有一个归属感那线上呢，我们这个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陪伴体系那这个陪伴体系呢，是陪伴所有人的这个成长不论你是在什么状态下和什么层面上。当然，我们早期呢是针对入门级的针对那些想加入刚开始就是从实践从那个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人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没有实践。那我们以后呢，就把家园的这个实践活动呢就做起来。我们每天呢都会有练习，每天都会有学习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你只要跟着我们的公众号，或者跟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或者跟着我们的小额通，我们会定期的给大家发每天的练习的内容，然后大家跟着这个学习和练习就在不知不觉中，在每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得到了提升这是我们家的这种一个体现这说到这是教学部分了，这个不是家的部分，就是我们每周会有活动，我们在线下社区里头，我们希望每周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活动，然后每个月呢也有当地特色的活动，比如说结合当地的景点或者当地的特色呀，比如当地的这个专业的技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组织当地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1个月或者3个月组织一次大范围的，比如说1个月组织一次区域性的比如说这个四川地区的重庆、成都整个四川我们1个月搞一次大活动。那我们1个季度呢搞一次全国性的活动那这些呢都是让它有一种家的感觉。那将来呢，我们还会建立各种线下的社区，我们有各种家园的这些签约的旅游景点和签约的这种线下的场所，那他们都会给我们以最低的会员价，那我们就可以拿着我们家园的这些会员身份直接去当地享受这种社区的这种感觉我们聚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家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家园呢还有小程序小程序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已经上线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呢还不够丰富，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做它比如说小程序这里面我们目前实现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数字身份，里头有你的积分你可以看到你的积分，还能看到你将来的成长等等这各种潜能这些呢都是我们将来可以提升的。那课程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放在小额通里面我们为什么放在小额通呢？我们待会儿再讲。但是核心呢就是小额通作为我们的一个课程成长的一个承载。那我们还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现在的官网已经建好了，但是内容也都是没有什么太多内容。我们的课程将来在官网和小程序将来都会有，但是早期我们都放在小额通上，因为这个平台已经成熟了，我们没有必要从头建一个自己的一个课程系统和课程体系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小程序这里面对大家来说主要就是积分的部分对，这是说的是线上小程序。线下部分呢，就是新林家园的线下社区是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也是自成体系、独立运营的一个部分它有自己活动自己的线下内容。线下社区呢，有助于增强情感链接，满足学员学习和娱乐的需求，不断提升社区服务的体验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提升心灵家园的凝聚力和用户体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最近也在我们的公众号里也公布了重庆的这个袁先生还有这个李爱梅同学他们把自己的场地都贡献出来，愿意为心灵家园提供场地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2个场地都非常的美。然后呢，他们也特别的愿意把这个家园建设好，也愿意在社区的建设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说他们也在做。那我们现在也正在跟他们在探讨下面怎么来弄起来。这个后面呢，我们也会具体跟大家说怎么做线下社区的这部分
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在深圳有自己的这个社区，这个也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至少是有3个点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我们后面还在建设新的这个社区啊，也希望呢有愿意做社区建设的线下社区建设呢，就踊跃的报名参与到这个线下社区的建设当中来。在线上社区的初始阶段呢，就是早期呢，还是我们以自己的这个以共建者发起心灵家园自己运营为主，那是早期阶段。那第2阶段呢，就是有这种就是共同的来合作的就是说我平常有我这个场地平常也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说我平常也是一个静修的中心呐，或者我平常是一个内观中心或者什么，但是我愿意跟心灵家园合作，这是第2个阶段，就是合作发展阶段到了第3个阶段呢，就是可以跟那些成熟的那些线下的社区进行合作了，比如说美容院健身房举例子就是这种它已经有成熟的体系的这些机构，跟他们产生这种深入的合作和战略性的合作了那我们现在就处在第1阶段，我们就先说第1阶段的这个过程。对，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展呢，我就快速的说一下这个在上一次的共建者大会也简单说过了我们成立的，然后我们什么筹委会共建者加入然后我们最后的这个核心产品产品筹备组然后公司注册然后教师内训这些如果参与到心灵家园的共建的人呢，都已经很清楚了。那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去给大家展开介绍了那我们现在进展到了8月份我们下一个第2年度的这个共建者的招募已经正式开始了，就第1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就是从我们上个月的8月2号，我们宣布了这个共建者的这个最后的一次这个招募计划，就是上一年度的因为我们去年是到8月18号截止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会本来是8月18号开的，但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周末嘛，因为考虑到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推后了2天挪到了这个20号开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过去这1年当中一共有这么多共建者参与进来具体的这个人数，我们可能在最后我们在上面2周吧大概2周的时间，又有将近40对不到50位共建者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共建团队当中来就是以出资的方式加入进来了这是上面几周的这个工作情况和工作具体的情况那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在做什么呢？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呢，主要是一个课程研发这里头是我会牵头带着这些老师们一起来做这个课程研发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暑假呢有一些老师做了一些课程但是有的是实施了，有的还没有开始实施，可能有的要等到9月份才开始实施但有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场地原因就没有举行。那我们的夏令营呢已经组织完了。所以说课程研发是一块，课程研发这块呢，主要是考虑到我们以前的这些赛事资料这些东西呢，并不适合中国的很多的当前的这些国情，还有一些老百姓的这个接受程度。所以说我们的很多课程呢，要重新做一些新的课程的研发，那些旧有的那课程会放在那里不用去管它。那我们新的课程研发的更多的就比如说是在传统文化上在这些领域上在各种的体系上我们有一个研发的一个顺序和列表这是一个课程研发第2个呢就是一个陪伴体系的打造现在有一个陪伴体系，包括读书会，包括线上陪伴体系，这里头我们很多的共建者都在参与。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王小猫同学已经到了深圳，跟我们这个现场一起工作，然后还有洋洋同学，还有岳柱，还有他们都参与了很多很多，我又不一点名了，参与了很多的这个陪伴体系和这个打造包括这个陪聊包括以前的易可等等都参与了很多。我们回头会把统一打造成一个家园的一个陪伴体系。那关于社区运营这块呢，我们重点说的是线下的社区运营。线下社区运营这块呢，我们就有一些场地，会有一些需要运营的地方我们怎么把它运营起来？那这块我们是在做这几天每天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紧锣密鼓然后新媒体运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对于心灵家园来说，我们是一个我们不论我们自己学习了多久，我们有的人最长的已经学习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对于整个社会上来说，对于整个的市场来说，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
我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开始做市场、做运营就像任何一个创业公司一样从头开始做起营销和推广，我们最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下面会说具体的营销推广的一些策略和一些培训的一些方法然后最后呢就是人才培养，我们一直在制定人才培养的计划、人才培养的一个课程和人才培养的内容这都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说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是这几块工作在同时进行这6部分工作吧，同时都在推展下去这个未来的展望这个商业计划和模式这块对，就是我们的未来展望呢，就分成大概简单来说就是4大块，就是一个相互赋能的过程我刚才学了一个教学相长互相学习、互相提高、互相赋能的，我们把这个场域呢打造好共同维护这样的一个好的场域这是一个需要大家都要参与进来的。我们谈了很多次家园的共建是希望每个人都是给家园赋能的，而不是仅仅说从家园这里获取，或者是因为自己缺少需要来支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点。第二部分呢，就是身心的安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灵上，还是精神上，我们在家园里头呢都有一个安住的环境。在这个安住的环境里头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提高自身的成长的这个过程这是未来的展望嘛。然后还有一个陪伴体系，刚才已经说过了最后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收获丰盛，不论是精神上的丰盛，还是物质上的丰盛，还是心灵上的成长都是同时获得的对，如果现在是在视频号的小伙伴，你现在在扫的这个码是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聊加入当中去你不用转录了，我们都会有录像的不需要转录，我们整个会议都会有录像回头我们都会放出来刚才有个人要求转录一个三星的手机对，然后社区发展的展望就是心灵家园永远是一个建设中发展中的大型社区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共建者加入。大家记住它永远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社区，就是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真正建好的完整的大伙就来体验和感受的。我们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建设当中去，每个人都因为共建、因为建设、因为付出而获得了更多的成长和提高，而不是说仅仅过来感受一下家园的东西，体会一下家园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这是的核心就是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它的特色也在于此。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共建者呢都持续的给家园呢贡献自己的价值除了这个获得了其他的这个正常的回报以外呢，更多的是呢家园的这个价值呢也会呈现出一个完形的一个价值，远远大于每个人的贡献之和。就是家园因为每个人的贡献，所以说呢最终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一个1+1大于2的一样的一个效果。就比如说我们有100个人参与共建，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是说就是有100份力量可能会100乘以100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最大的价值。第三个呢，就这种价值呢，这个价值最终会通过心灵家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通过每个参与者的内在与外在的丰盛富足，通过每个人脸上的笑和心中的爱得以彰显它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不是我们要特别用力我们特别辛苦我们努力的去做什么事情不是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绽放了我们每个参与的人自己在这个共建当中自己绽放出来了，自动的就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影响到整个社会。然后呢，我们在构建一种符合青色组织的灵性社会的一个商业模式我们是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是我们又运用了青色组织和一些去中心化的一些理念这是我们的特色然后呢，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主流社会的转变都是一致的就比如说像Web 3.0元宇宙去中心化是一样的这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时代发展也到了这个阶段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让每个人都赚钱的这个模式，就是心灵学院会打造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是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是带着让大家一起来赚钱，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要建设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呢，同时在自己自身提高的同时啊，能够服务于社会啊，服务于家园啊，这是它的整个模式啊。所以说共建呢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模式。对，它的将来的商业模式呢，它的主要的分3种角色啊，一种就是共建者，就共建者呢，我们分为这个就是早期的就是初期的共建者和正式的共建者。就是每个人呢都可以参与到家园的共建当中来啊，但是呢，只有当你达到一定的这个贡献值以后啊，你才能成为正式的共建者。所以共建者呢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荣誉称号，那是心灵家园的最终的构建者和缔造者啊。那他呢是要达到一定的贡献值啊，比如说你在家园里做了很多贡献，你获得了一定的积分或者一定的积分额，或者是呢你做了或者用资金呢直接做贡献啊，通过资金的贡献的方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啊，这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是共建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员的身份啊，有会员的身份，还有学员的身份，就是来学习的啊。这基本上呢主要3大类角色啊。那作为共建者来说呢，他的这个获得的权益啊，它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所有的共建者，当你成为正式共建者之后啊，你就可以获得终身会员的资格。那我们的会员费呢，今年是3000块钱的，这会员费是每年都要交的啊。那这是3000块钱的会员费，但是作为共建者之后呢，你就可以终身不用再交这个会员费了啊。然后呢，可以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我们的社区是采取青色组织和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的啊，采取的是道组织，就是 DAO 这种组织的管理理念。我们有社区管理委员会，然后呢，这个只有共建者呢才能参与到社区管理和建设当中来啊。也可以呢共享家园的成长益，就是我们家园是一个共享共有的嘛，家园将来获得的收益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和共享的。那分享和共享的方式呢是以积分的方式啊，以积分为基准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比如说我们今年比如说有多少的盈利啊，作为跟大家分享，那这个盈利呢就是以大家手里持有的积分的数量啊，我们来分配给大家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权益的分配。然后呢，你如果成为共建者呢，你才有资格申请线下社区的运营啊，你才可以说，哎，我想做一个线下的社区，我做线下社区的运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会员啊，会员的特点呢，就是可以享受会员价啊，可以参加会员的专属课程。我们现在的会员的优惠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线上的这些大部分的课程呢，都是免费的对会员。那收费课程呢，我们对这些，比如高收费课程啊，对那些比较低的收费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种高收费课程的会员可以有非常高的这个折扣价啊，可以享受这个会员价。然后呢，还可以拿这个享受积分啊，抵学费啊，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贡献，在家园的这个做的贡献获得了这个积分嘛，然后这个积分呢可以拿来抵一部分课程的费用。然后呢，还可以再享受其他的这个福利，比如说在一些参加线下活动啊，一些其他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会员价啊，他是享受会员价的。那学员呢就不用说了，他会有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课程。比如说我不想成为你的会员，我只想学习亲子关系，或者我只想学习财富课程，那我就只交这一门课的学费就行了，我不需要你这个。那一般人可能都是从学员开始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划分啊，这是3种角色啊。那下面来说呢，怎么参与共建？就是普通的共建者，我们怎么来参与共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啊和我们的核心。首先呢，我们的共建形式呢，就是包括资金共建和这个行为共建这2部分资金共建呢，就是当你达到一定的要求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共建者就是符合我们今年的这个共建的成为正式共建者的这个资金要求是2万块钱人民币这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要求，去年是1万那行为共建呢，就是可以通过参加以下活动，比如说做宣传推广品牌推广社区运营新媒体运营课程开发等等
获得相应的积分然后你这个积分呢也是一样的，就是用积分也可以成为弓箭者。比如说你达到2万积分了，你也一样可以成为弓箭者，你不需要交这个出这个现金通过你的贡献值一样可以成为弓箭者或者你做一个组合也行你说我有1万的弓箭值，我有1万的这个现金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如何参与共建这个一个是包括你可以通过品牌推广帮我们去推广品牌比如说在朋友圈转发呀，在群组转发呀或者是参与新媒体的运营就是限于自媒体的运营，就是我们现在自媒体呢已经开始尝试在做运营了。我们现在这个小组里头已经有我不知道多少人了，现在70多个70多个小伙伴已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自媒体运营里头来了。那自媒体运营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我们的小程序、我们的官网、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我们又设计了很多的板块和模块就像办我们家园自己的这个杂志和期刊一样的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呢，我们来参与到其中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自媒体方式，这都是我们品牌推广的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可以参加这个社区运营比如说做线上的陪伴体系就是这是每个弓箭者都可以参与进来的。那也可以呢参与线下的这些活动，也可以运营一个社区这都是可以的这2部分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课程的研发就是如果这个参加我们内训的这些老师有资格呢，可以参加我们的课程研发我们可以定期的和大家通知大家做这个课程的研发，做课程的研发。然后呢，我们就定期的去组织这种课程的推广新课程的实践我们去研发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线下的一些课程的研发就是线上和线下练习等等的然后呢，新媒体的运营这块就是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怎么在公众号、视频号企业微信社群就是比如说微信群QQ 群这都属于社群。是抖音、小红书、小程序里面做推广会员转化等等弓箭者转化这部分呢，我们都是直接给予奖励的这个部分就是直接给予现金的奖励就是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介绍具体怎么来做这个转化对，关于新媒体运营这块就是我们分成这么几个部分这块是我们是谁来介绍一下，还是我来讲这块啊？我来讲啊，那我就来讲吧，没事如果这个新媒体运营这块主要分成2部分就是一个是公众号，就是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做一个公众号怎么去做海报设计、文案撰写、内容策划、音频剪辑、视频剪辑等等，就是整个公众号运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我们都会教给你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能运营自己的这个公众号，然后也同时运营自己的视频号短视频脚本撰写等等直播这些的，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课程和培训培训体系小红书这块是一样的我们本来就有个小红书的一个群，这个群去年就1年多了吧，可能快2年了，就是群里头的这个好几个小伙伴就是热心的帮大家教大家怎么来推广小红书，怎么建一个小红书的这个东西然后呢，怎么运用小额通来做课程怎么去做这个做小额通的一个推广达人或者营销达人然后抖音这块是一样的就怎么把自己的抖音运行起来、运转起来变成一个自己能够在抖音上有一定流量、一定粉丝的这企微的运营这是就是你可以成为这个管理员在企微里头变成群主这些都可以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这是新媒体运营这块这个小额通这块的部分是不是要给大伙儿做一个介绍？我觉得是，在可那边是不是有视频或者是有一个东西？对，就是我们现在的小额通已经开通好了，开通好了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
微信里面，或者是你的视频号里面，你就可以直接下载或者挂这个我们心灵家园的课程，然后呢，你自己去申请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营销推广的二维码，然后你只要通过你分享出去的课程，任何人获得了这个课程的收益，那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这个收益，它会自动的进入到你的微信的这个账户里头去啊。就是你都不用去做任何设置，你只需要去把你的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视频号做一个链接转发就行了。对，我们看一下那个 Zack 那边有没有准备好给大伙介绍的。对，这里头有一个共享文档你看这里头呢文档说的很细了这个链接回头我们会发到各个群里头，大伙儿都可以看到你不用记，你回头就看，我只给大伙儿简单展示一下。对，展示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要不再克你来介绍一下。每一步都有再克说不用介绍，每一步都有，就是都是图示化的，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怎么一步操作，图文操作就是你就按照这个操作就行了。对，到最后呢，你就是可以找这个带货中心你只要找带货中心，然后里头你搜索去选品，你选一个商品，你只要搜索心灵家园，在这个搜索框里头，然后呢，你就能搜到就你前面搜心灵家园嘛，对，对你搜心灵家园就可以看到心灵家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这些课程对，然后这里头呢会显示你能够拿到的分成的这个比例，那这个比例我们在这只是临时的，还没有最终的确定。我们基本现在的分润的这个比例呢，我就先说这个流程再说这个比例。然后你选择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选择，比如任何一个，你就加到你的橱窗里头去。你加完之后呢，你就会在你的这个里头看到你有一个在售商品然后这里头呢，在你视频号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加入这个小黄车里面就直接把这小黄车加入，就是你发起直播，当你开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选一个商品选完之后呢，在你直播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商品挂在下面。对，比如说开始讲解这个商品然后在你直播的时候，这个心灵家园的这个课程比如这是一个就是电影的一个这个灵性电影的一个解读关于这个我们现在是，比如说是3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个39的，然后呢，你可以自动的就会获得了当别人通过你的分享获得了这个收益，购买了这个课程，你就自动获得收益你就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干。对，这是视频号，这都有完整的教程，我就不一个个去解释了就是这个文档你们回头自己看就行了。这个是怎么在短视频里面带？对，这是短视频里带货，刚才是直播里带货除了直播带货以外，你可以在每天发的视频里头去带货，比如说你可以发一个小视频，比如说你发了个小视频，视频里头也可以带货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卖心灵家园的这个课程，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分润就利润的这个分享古文章好了，这个就简单介绍到这儿。我们因为在线上的这个视频号直播的这个号里头，他们是看不见这个文章的，对吧？所以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发到这个各个群里头去那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介绍这个了，因为大家看不见，有的人能看见，有的看不见对，简单来说呢，新媒体运营这块来说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分润和奖励比例都非常高。比如说我们现在初步定的就是1000块钱以下的课程呢，你就直接可以拿到50%的这个分成比如说，假设这个课程卖999，那如果呢你就把它挂在你自己的视频号里头，挂在你自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头或者公众号里头，你自动的就能获得500块钱的，任何人只要从你这个里头，在你分享的这里头购买了，你自动就可以获得了500块钱的这个
分润啊，你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啊，你只要坚持去发送啊，去运营就行了啊。比如说是1000到3000的课程，我们是给30%的这样的一个是30%啊，应该是啊，就是1000块钱以下是50%啊，1000到3000是给30%，然后3000块钱以上的课程呢是给20%。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课程现在正在推的，比如说21天美容术，比如说这个课程卖1万块钱，那你直接推广出去一门课呢，你自己就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这个分润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就相当于心灵家园呢在给你开发了一些课程的产品，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卖啊，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利润的这个分配分享这是新媒体运营这块。那可能还有很多人呢就不太会运营嘛，就刚才前面说的不太会运营这些东西，因为你卖的多和少取决于你自己的影响力和你自己的这个号上的粉丝的多少。那这块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培训会专业的培训，会教你怎么来做，教你怎么来弄的这个都有。就等于说我们家园呢一边给你提供产品和课程让你去销售，一边呢培养你怎么能够把它卖得更好。那然后呢就是一个线下社区的运营这块呢我们来让 Ego 给大伙儿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对，然后大家好，我是 Ego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共建线下社区这样一个运营就一个是我们第一批的这样一个首期招募试点名额，就5个线下这样一个5个左右的一个线下团队那就如果是我们这些大家有私人住宅呀、办公室培训室等各种这样一个适合做社区的这样一个场地那都可以提供给心灵家园这边，然后我们来开展一些课程或者活动那我们来申请我们心灵家园线下社区运营这一块呢，我们公司整个心灵家园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前期呢我们会大概总体有15项这样一个工具包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这个提供讲师及课程麦克老师会到现场开展活动及课程来引流因为麦克老师我们免费分享几年的这样一个赛事这一块，那其实积累了很多的心灵家园和麦克老师的忠实粉丝那我们麦克老师会到各个社区这个现场，然后帮大家把咱们心灵家园已经积累这些粉丝聚拢起来，第一批的种子用户会帮你做这样一个引流到你的这样一个社区第三个，比如说我们也会提供整体的一个运营宣传、培训指导支持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性的这样一个线下社区的一个运营。那我们整个会有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文档的一个指导给大家提供这样如何去运营社区，如何去宣传推广社区，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指导，我们都会提供给到大家那大家看了我们这样一个社区之后有兴趣就可以联系我们这样一个工作人员，包括也可以进我们这样一个微信交流群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后续的。如果你这边自己有自己的场地或大或小都可以比如说你的这样一些空置的房子然后别墅或者是你这个办公室培训室这个是我们要全天的都能够提供给心灵家园的或者你有这种瑜伽室音乐培训室也可以，就部分时间可以提供给心灵家园来做这样一些课程或者活动的。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奖励政策那奖励政策我们成功引进会员共建者，咱们会有20%的这样一个现金返利和积分奖励，大家可以自选就成交额的这样一个20%的你可以选择或者积分奖励或者是现金奖励
那积分都可以用来抵扣咱们心灵家园的各种组织的，像前面介绍的一些课程活动啊，这个都可以抵扣相应的费用的啊。积分也可以去打赏别人，也可以去转让给别人啊。然后咱们这样一个会员共建者会员，我们这边有1年期会员和终身会员。会员是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课程很多是免费的，然后有一些打折的也是折扣非常低，有1年期的会员就是咱们是5折的一个课程优惠啊，终身会员是3折的一个课程优惠啊，所以非常的优惠。那整体的咱们这个课程会员都非常有吸引力啊，大家可以去社区就更有优势来做推广啊。第二个，包括我们销售心灵家园这样一个课程，成交价的20%到50%的现金返利啊，这个刚才麦克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啊。那第三个就1000元以下的这样一个线下沙龙，就你在各个咱们这种线下社区组织心灵家园的这种沙龙一般我们1000块钱以下的叫沙龙活动这个费用全部是归社区团队所有的那我们心灵家园会安排对接的咱们心灵家园培训的这样一些讲师那讲师的具体费用需要向心灵家园来一个交付只需要承担讲师的费用就可以了就是讲课费用第5个就是咱们社区申请及运营规则那首先我们是前期还是鼓励大家已有资源可以用一下就是你有空置的闲置的这样一些场地都可以提供出来那我们至少你有3名这样一个发起人我们前期还是希望有一个团队来运作这一块至少有一个共建者，因为我们这边一个节点是我们线下的这个社区是需要共建者这样一个身份的才可以的。但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只有场地但是没有共建者那你可以找这个共建者一起来组建这样一个团队来把你这个场地充分运用起来那我们如果说是咱们你这个提供的这样一个场地申请到这样一个申请咱们线下社区那你如果有驻场的讲师那我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因为我们前期首批只开放5个左右这样一个线下这样一个团队嘛当然我们后期会逐渐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线下团队所以你想越早的去加入心灵家园成为社区呢，你最好是能够自己去找这样一个团队来做发起，然后联系到你所在城市或者是能够常驻场的，就经常能够很方便的到你这个社区来驻场的这个讲师方便我们经常性的开展一些沙龙活动第3个就是心灵家园将为其招募团队就如果说是实在没有你的确找不到合适的人那咱们心灵家园这边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共建者和讲师，那心灵家园会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招募但是我们会如果说是你这个场地各方面的这样一些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同等优势下，那我们还是优先考虑先去录用已经有团队已经有共建者和讲师这样一个社区申请那下一个就是第4点，就是针对咱们心灵家园会员的这样一个免费活动就我们如果成为咱们心灵家园这样一个线下社区你需要经常需要提供一些针对咱们心灵家园会员的这个免费活动之前咱们提到有1年期会员，有终身的这样一个会员那我们会针对会员，除了有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折扣优惠，3折5折的一个优惠以及大部分的课程是免费的这么优惠基础上呢，那我们也会给会员提供一些仅针对会员的这样一些免费活动，在各个社区方便大家会员能够去参加那第5条就是取消节点社区资格规则。那我们整体的会有申请到了，当你申请到咱们这样一个线下社区呢那我们还有你在运行过程中是有一些规则需要来遵守的我们公司的这样一些规则，
那具体的我们会有另外的一份详细的文档有详细的说明，就具体我们在运营过程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如果说我们发现违反这样一个规则，我们会立即取消我们这样一个社区的一个运营资格以及这个各方面的这样一些支持第6个咱们社区团队工作内容，就你整个的我们需要大家做哪些事情，运营节点社区扩展拉新我们通过组织各种的这样一些沙龙活动第3个就是维系客户关系经常包括我们的会员咱们社区的成员以及意向客户老客户这样一些关系的一个维护，情感一个纽带的一个连接这需要咱们社区运营团队来做的这样一些事情第7个，咱们社区模式的一些举例我们会有一个几个典型的一些社区模式的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像咱们深圳这边，比如说咱们是一个直营的这个社区，是由心灵家园直接投资的这样一些叫直营的咱们这样社区，然后还有就是一部分是咱们共建者心灵家园这些粉丝自己有现成这样一些场地可以来申请咱们线下社区的主要是分这2种形式。那像如果是咱们自有的场地，那有些是有独立运营招生能力的还有一些是没有独立运营招生能力和经验的就没做过培训这一块也没做过社区运营这一块，那我们心灵家园会提供全套这样一个运营宣传社区的这边的培训指导所以如果说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如果有独立运营能力有一些经验社区运营经验培训相关的经验或者客户源资源你都可以在申报的时候备注填写一下这样会增加你的一些被录用通过的一些机会当然我们会综合来考虑，因为首期我们做试点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不同模式的这种社区你可以我们做一个试点所以会针对不同的开放不同的这样一个名额第8个就是咱们社区宣传推广及引流方案那我们说了会给到大家一套，如果说是你这边申请到了咱们这个线下运营社区运营，那我们有一整套的这样一个社区宣传推广及引流方案有你根据第7点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社区的模式情况那你可以选择合适你的你本社区的这一些宣传推广方案和一些沙龙引流活动的一些方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主要针对三种客户群一个是无身心灵基础这样一些大众小白，第2个就是已经有一些身心灵学习培训已经有消费习惯的身心灵学习成长消费习惯的这样一些人，第3个就是这个咱们心灵家园麦克老师的这样一些粉丝主要是针对这3部分人群咱们会有全套的这样一个社区的一个宣传推广和以及对应不同的人群设计的不同的各种的引流的一些活动一些课程的一些方案会给到大家。那这个是整体的，那也欢迎大家有场地资源的都报上来，我们会择优选择逐批的开放所以你可以先报上来，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根据合适的时机我们会逐批开放会及时的联系到你所以这个是咱们整体的一个线下社区运营我们也包括咱们也有给一些共建者一些支持，比如说咱们深圳的包括线下咱们社区的这个场地都可以提供给咱们一些共建者，比如说共建者自有的一些培训可以提供一定的这样一些机会来到咱们心灵家园的各个社区来开展活动我们可以提供给共建者这种场地资源这是整体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线下社区运营的这样一个
团队中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受益的谢谢。我这边先分享到这里。好的，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分享交给我们交给我们的下一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心灵家园整体的一个社区陪伴体系好，大家好，我是小猫。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心灵家园的线上的陪伴共修体系。下一我们心灵家园的呢陪伴体系2大核心目标，一个就是助力我们的学员可以就是将知识融入身体，实实在在的去真的显化美好的一个外在生活。这个是不是有点回音？实实在在的显化一个外在的美好生活。第二个目标就是赋能我们的共建者，一直追随了我们这么久的共建者。那么如何助力和如何赋能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PPT， 我们第一阶段是开放的一个线上的共修体系，是主要是3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月柱带领的这个读书会体系，线上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共建者亦可提出的一个小精灵的陪聊体系。那么第3个是我这边先牵头的一个全年的这样一个主题共修。那我就以全年的主题共修来举例，看看我们是如何助力我们的学员和我们的共建者的。我先用我这边牵头的一个全年的主题共修体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全年是分到12个月，每个月都有这样一个共修的主题共修体系。那么这些主题共修体系呢，跟同类平台相比，我们一定是非常超值的。每个月都有这样一个共修的主题共修体系，可以去助力我们的每一个学员可以显化美好的外在生活。那我们的价格收费呢是仅是0到98元不等。那根据我们的内容的一个难易程度以及的时间陪伴时间。这是在对我们，你看我们每个内容都是非常丰盛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这是对学员来说我们的内容增益体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何赋能我们的共建者呢？那所有这一些陪伴体系，我们的助教都是首选我们的共建者和我们的讲师班的讲师。那么每一个月的主题，我们每一个月都是21天的这样一个共修，可以帮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知识真正的融入到身体。那么我们的助教呢，每个月的可以是需要我们的助教是1到3位，这样1到3位的一个助教，我们举例一下，我们其中第一个月的我们的收费项目是68元。那么68元大家知道，在断舍离这样的一个实修体系来说，21天的陪伴和主题那个分享和带领的话是非常增值的，非常超值的。那么一个陪伴体系，假设我们是200个学员，那我们这个带领的共建者呢，1到3个，以3个来举例，那我们1个月的收入也有1万块钱以上。仅在我们的陪伴体系上，共建者既可以获到一个收益，同时我们刚刚老师也介绍到了，那么在分享者是成长最快的，他既在成长上得到更快的一个既在那个我们内在成长上得到更快的增速的一个成长，同时在在3维世界的一个生活上，我们又得到了很好的收入。那么对学员来说的整个内容也是一定是非常超值的这样一个全年内容。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会提供整套的一个工具包，每一个月每一天的我们的主题共修内容都是我们家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精心的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课件内容。所以从内容来说，我们会把工具包完整的发给我们报名的一个共建者和讲师班的讲师，他们每天带领大家根据我们的主题共修的内容来去带领所有的同学们一起去实修实践。所以无论是从学员从我们的共建者上，都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助力和赋能的。这是在线上的这样一个共修体系，用来举例。老师，接下来是你这部分。谢谢。那我们开始介绍下一部分。就刚才那个Ego和小猫给大伙儿介绍了一个线上的陪伴体系和一个线下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运营的这2个部分那他们只是介绍了这个我们心灵家园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心灵家园要把线下社区运营好和把线上的社区运营好，
我们是需要很多人才的，而这些人才呢，因为我们是需要共建者共同参与的，所以这些人才呢，我们要进行专业的培养和打造啊。那基本上呢，我们是需要可能是有4大块人才，就是品牌推广方面的人才啊，也就是这个也负责一部分的这个销售啊。这个销售呢，主要是线下的销售和一些线上的销售它跟新媒体运营呢还不太一样。新媒体运营呢，它是单独的一个新媒体这块，它是通过分润通过一个自己培养自己的新媒体的自媒体的账号或者怎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的。那品牌推广这块呢，是相对来说更线下一些，更传统一些除了对于我们心灵家园的这个品牌做宣传以外，我们也会教给他怎么来做系统的这个销售。那这块呢，我们会有相应的课程给到大家，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系统的学习来获得怎么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获得相应的这个知识。那第二个呢，就社区运营的这个培训就人才的培养。那我们会对那种想做社区运营的共建者，那从最简单的，比如说从一个读书会开始，到最后运营一个完整的线下社区的整体的这个运营，我们都有一套这个就是对这些想运营的人给他提供培训这样的一个机制。那第3部分呢，就是关于课程研发这部分课程研发这部分呢，除了我们在讲师班里头，我们暑假我们鼓励了很多小伙伴做了这个课程研发。那有的课程呢，它是实施了，有的课程呢没有实施，只是研发出来了。那我们后面呢可能会继续打磨研发这些课程。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新的课程，我们也会在这些这个内训老师里面呢，去培养一些真正愿意做课程研发的人把课程做出来。然后这些课程研发的老师呢，也会获得这个课程的一部分的这个分润同时呢，我们也会做1对1的这种课程的这个授课技巧包括课程研发的技巧，我也会带着大家做。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研发一个课程，怎么来设计一个课程，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教学上的这种提高。那比如说我们以后的这个课程体系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内训讲师获得讲师资格以外，那你要想获得专业的课程的培训的话呢，我们还有这个专业课程的认证。比如说你想讲21天美容课的这个线下的练习或者将来想有一天自己去带这个21天美容术的这个课程的话，那你要先经过我们的一个关于这门课的一个专门的这个培养，就是我会告诉你这个课的每一天的重点应该讲什么，你的讲的过程当中重点要注意什么，那这些练习当中你应该怎么去施展这些练习，练习中的重点是什么，怎么去做这些练习，就是这些都是在课程研发和教学教法上的一个培养。那这个呢，只是针对于想成为老师的这部分那新媒体运营呢，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我们先有一个文档出来，那后续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视频和一些教学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怎么来做这块新媒体运营这块。在这个讲师培养，我们现在就举例子比如说心灵家园里头呢，有很多小伙伴，有的人呢是想成为讲师的，有的人呢只是来学知识的，有的人呢就是来玩的，就是来享受的有的人呢是来个人成长各方面的人才都有。那我们现在说是讲师，从讲师的成长计划呢，我们给了他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刚开始呢，他成为我们心灵家园的一个教师内训参与教师内训呢我们每年可能会组织一次可能这样的一个教师内训。那他参加教师内训呢，就变成了一个通过试讲通过教师内训的选拔，变成一个实习讲师进入教师的这个储备库里面。然后呢，下面呢就要进行对这个教师的这个学习和锻炼他呢可以变成一种线上讲师，就是讲一些我们线上的一些课程，然后呢做线下的一些练习的一些辅导这是这块呢我们要对他进行重点的培养就是手把手的教学根据讲师的个人特质解锁这个讲课的类型可以比如说一个人可以讲很多种课程，但是每一个课程呢都需要经过专业的认证才可以。然后呢，通过这个线上讲师和线下实训，这个老师可以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和锻炼，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线下的讲师啊，他就可以去带线下的课，在社区里头可以带一些课程啊，从练习到课程他都可以带了啊。那如果到了下一步，这个老师呢发展的非常好，有个人自己独特的魅力和讲课的水平日渐提高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合啊，然后呢，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有自己 IP 的一个明星的讲师，我们会帮他打造他个人的一个 IP，然后成为他一个家园的一个核心讲师啊。我们对于讲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培养培训的计划啊。那这中间呢，他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和相应的这个不论是课程，将来这些课程卖的课程，只要是他参与这个讲课的，或者是他参与这个线下实修的等等，或者他将来自己研发自己的课程他都可以获得这个持续性的收益，课程本身的收益。我们就以讲师为例子这里头一个。那讲师的收入呢，它可以分成这个实习讲师、线上讲师、社区讲师和明星讲师这里头我们就不具体的展开了比如说他的收入比如说多少人这都是一个举例子就比如他带的是线上的这种陪伴体系这是我们家园最低的这种收入课程体系因为这个陪伴体系基本上是不赚钱的，所有的收益都归老师所有，就是我们线下的这些课程就在社区里头线下的这些课程的收入部分家园基本上都不要就全归线下的这个组织者和线下的讲师由他们来分配。那当然，如果你们想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来做销售和推广，那你愿意拿出一定比例的线上的这个分润的比例，让别人帮你推广，那你们就要自己去设计和协调整个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但是从整个体系里头呢，家园是鼓励你们去做这种线下的课程，线下的这种小课程比如说1天的或者半天的这种小课程就是这块对，这个是教育体系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呢是专注于心理家园的学习的，刚才说是想去当老师的，那这里头就有人想学习想提高不论是这个各个方面的身心灵各方面的成长提高，那我们呢会就像家园的教育体系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教育体系从小学或者学前班一直到这个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系就是我们当时的心灵家园的最开始想做的灵性大学其实就是其中的一块灵性大学只是我们当时的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整个这个体系呢逐步的完善起来，刚开始不可能一下做完，但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做这是这个教育体系我们就说的这个关于积分的获取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你通过在家园里做贡献你可以直接获得积分除了前面说的那个获得金钱的奖励那部分是直接获得收益，那就不用谈了，你就直接拿钱就好了。那除了拿钱的这部分以外，你做了一些贡献，可能不能直接拿钱的地方，我们就是以积分的方式作为给你奖励，因为在家园里面积分和钱就是等值的然后这些积分呢，我们以什么方式获得呢？基本上是你提出我们会对外有这个工作外包的这个工作任务池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对应什么样的这个积分这个基本上是参照市场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会定出一个标准来，就是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需要大家来帮我们完成大家如果达到我们的要求经过我们这个工作任务的发放者他的认可，他说哎，这个工作是我需要的，做这个视频是我认可的只要他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就会获得相应的积分这个成果就会阐述他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积分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方式就是积分的获得的一个机制。那这个呢是由这个我们会定期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去发布我们的群组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我们有这个任务发布的这个渠道就这个对大家想参与共建的人可以获得的这是除了
刚才说的那个分利润之外的另外一部分啊。对，这是一部分啊。然后下面呢，这是这些二维码啊。如果说在这个 Zoom 会议室的人可以截屏啊，把这一屏截下来，然后可以扫二维码。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是在那个视频号直播的，现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入到群里头啊。如果你扫这个二维码加入到群里头，这些课程的这些介绍啊，这些会议的内容啊分享啊，还有这个怎么加入、怎么参与啊，我们都会有相应的文档发给你啊。包括这次讲课的这次的PPT 啊也会发给你啊。如果你在这个 Zoom 上，你就只能截屏扫码这部分了啊。那关于心灵家园的这个整体的建设和共建这块，我们就先说这么多。那内容呢可能有点多，有的人可能能听懂，有的人可能没有完全听懂。那我们下面有一个大伙儿交流和答疑的时间，然后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直接来互相的交流把你的问题直接提出来，这样可能在解答过程当中，其他人也能理解我们的一些点在哪里，或者一些核心关键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提问吧，我们按顺序来。现在视频号的小伙伴可能有要求，是有要连麦的吗？还是说没有连麦的啊？没有连麦的哪个部分？啊？哦，对，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没在幻灯片里的，对，我们还要回来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培训体系啊，我们现在我们计划是在9月3号吧，我们开始要组织一次这个线下的学习的交流的这个活动啊。对，我们就分成2部分，一部分呢是关于教师的这部分的就是教师这部分呢，上期我们教师内训有一些教师呢没有参与试讲，也没有报名作为讲师，他只是参加完了培训啊。那关于这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一次机会就是9月份的这次机会你要准备你相应的课程来试讲，然后呢成为这个实习讲师这个呢我们可能就大家提前准备报名，我们可能就准备1天的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试讲。那剩下的有1天或者2天的时间呢，我们做的是关于课程本身的这个培训，就是教学教法上的培训。我们会教给大家，比如说了凡四训的线下课程怎么上，然后21天的这个美容术的这个线下的练习怎么带，或者是这个课程怎么讲。然后呢，还有一些课程研发中的一些分享，一些技巧，我们怎么去研发一个课程等等。这些呢，可能是有1到2天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关于共建者的，就是社区怎么运营，社区怎么来运转起来这是关于共建者的包括你怎么去做自己的这个新媒体的运营这块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培训。那这部分呢都是免费的就是我们针对家园的这些共建者和老师的这个不论是老师的培训还是这个都是免费的。那剩下面呢是有一个收费的一个课程了，就是我们请了这个新媒体运营方面全国排名前几位的这个瑞来邦给我们做一个，就是他给我们跟他签了一个这个战略合作协议，他给我们做一个只针对企业的就是新媒体运营的一个系列的讲座。这个培训是一个叫陪跑计划，他们提供的是整整60天的一个陪跑方案。那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跟他签约了之后，然后我们跟他也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因为这个他们课程原来是不对外的，就只针对企业培训，就是你在外面花多少钱是学不到的，他也不愿意去教外面的人，他只针对企业来培训。那我们呢已经跟他签约了，然后呢他会在9月5号到7号可能做3天2夜的一个线下的集训，然后再加上后面整整有60天的一个陪跑计划有15天的强训这一共是18天13天加15天的强训他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把一个新媒体运营起来。然后呢，后面还有40天的这样的一个40几天的这样的一个陪跑计划就是带着大家在群里头有线上课线上的练习
线下的就是前面说的3天，这都在深圳。那这部分呢，我们是想招这些真正想做心灵家园贡献的，真正愿意为心灵家园贡献去贡献自己力量的人因为这个课程的那个含金量非常高，而且它也是有线下的部分，有这些东西。我们这部分是大家要先报名，我们经过筛选之后这个是要交费才能参加的我们可能就是初步定我们就只招收20个只招收20个愿意参与这个新媒体运营的人，然后我们经过筛选之后我们会通知你这个后续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去在群里头报名然后也在各个群里头找你的管理员去报名这个是在9月份开始的，你前面的课程也可以不参与，那些是真的，反正这个课程是初步定是5号开始要在深圳有3天2夜的集训白天晚上都有课上这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集训课程，然后后面是线上的部分，就是不是这3天就结束了，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后面还有线上的很多的练习和线上的课程这3天是线下的整个时间是60天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初步的是这样定那具体的这个方案我们会在群里头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和通知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是关于免费的这个培训，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线上的免费的培训，我们这个课程列表或回头会发给大家，我们会有一个是7天吧，我还不知道是几天就是一个轮训的机制就是教大家怎么开始一步一步的14天整整14天的一个免费的培训这个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去营销，怎么去销售怎么去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工作真正的做好，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士就是奇迹会带着大家每天带着大家一起做练习，一起去实践，一起去营销就是这是一个14天是免费的，然后那个60天是收费的，然后线下的那个活动，我们家园自己的活动也是免费的只有那个60天的新媒体的陪跑计划需要招募20个人，这个是收费的等等，就是大概的我们的可能近期的活动就是这些，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线下社区要建设，我们的杭州社区重庆社区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伙伴申请的社区，我们也是正在紧锣密鼓跟他们的做联系所以说近期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然后我这边呢还在研发课程，还在带课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录制的工作，直播的一些工作大体就是这样子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面就给大家留时间去交流看，因为我们现在等于开了2个直播平台，一个是 Zoom 的直播 ，Zoom 直播直接就推到 YouTube 上就等于说 YouTube 上也可以直接看直播，然后 Zoom 的小伙伴也在看直播，然后我们的视频号小伙伴也在直播，我们看谁要想发言就直接先举手吧，我们一个一个来。如果是在 Zoom 里头的，你就直接举手Zoom 里头知道有这么多举手的。我们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 Zoom 这边有3个举手的。麦克老师，从 Zoom 开始吗？您那个2维码再共享一下吧。开始，那举手的就直接开麦发言吧。Zoom 的老师第一个好，小伙能听到吗？伴举手的是谁？是探眼，叫什么言？淡言，老师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刚才听不到，现在能听到。现在好了声音有点小，你再离近一点离话筒。有点小，好，现在可以吗？可以了，可以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成为那个讲师，是必须要自己要有课程吗？对，我们讲师已经从3月份到7月份，我们搞了4个月的百日筑基的一个4期的教师内训你是没有参加是吗？对，我没有参加，因为我是进群时间不长，因为本身自己以前一直就是学心理学，然后也喜欢灵性的这些东西，就自己自学。然后我们就是心理学原来学的那些小伙伴儿，他们就是我们在
就是自己也就是也有做工作室的这种，所以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想成为这个讲师，是必须要自己有课程，还是说慢慢的一步一步可以从助教慢慢的培养？必须得先参加我们的讲师内训才可以。哦，先参加讲师内训，那这个讲师内训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们是线下的，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你可能只能参加明年的了吧？明年的是吧？对，那就是如果说来培训的时候，必须要自己有课程才能参加那个培训，还是只是先来培训？不是你有课程，是你得先参加我们的课程。然后那个培训是多长时间？培训是每个月一次，每次7天，一共是3次培训加1次的教学教法的培训。哦，那这个还行，因为我本来现在是体制内在上班，所以我就是先问一下。再一个还有我想问一下线上的，就是那个培训，就是在培训的同时，我们是有线上的这个课程。那就是本人是必须去线下参加是吧？我们是希望你到线下，你如果实在不能来，那你是只能参加线上，那也没办法。但是你也可以问一下其他参加过线上的小伙伴，就能知道他们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其实我是想参加线下的。如果说每一次只有7天的话，这个应该还可以，倒是请个假呀，干什么都可以。就我还想问一下，那个社区的那个申请，就是这个社区申请的话，是必须就是要一个小团队是吧？3个人。对，社区申请最好是3个人。对，就是一个那共建者，至少有个共建者。那共建者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入资也可以共建，或者就说是做这种就是行为上的这种共建，是不是也可以？可以。然后这个共建的话，就是这个社区申请，然后申请完后就我们自己有地方，然后或者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前期我们这个老师有一些，就是我的老师他有一些这个本身有一些客户资源，因为他也原来就一直是做这个心理学这块的，所以如果嫁接起来是很好嫁接的，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对，这样就特别好，对。对，因为我们老师您说，就是我们也就是针对心理学这里面也在做一些相应的这种课程体系，就是说你知道咱们国家中科院专门每年都要培养心理学的这个那个发证嘛，就是它有考试啊。对，因为那个证我考过。对，但是很多就是咱们分两边说啊，就是很多想学这个的人，他都是觉得很认可这个心理学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所以他才去学这个证书嘛。但是他学完之后呢，很多人在实践当中，他在现实当中，他往往解决不了这些他遇到的这些学生的问题，或者是他遇到的客户的问题。那他呢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就是针对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在想开发相应的课程，就是针对这些已经考了心理职业证书的人，但是呢却没有机会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或者是能够在实践中参与工作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个系列的培训，让他真正能够学以致用，然后把心理学实践中用出来。对，就是这块我们也在做。这个确实就是因为那个证我考了有2年了吧，然后自己后边还学了一些9型人格，包括那个 NLP 的那个课程。但是你学完了以后，就因为我本身现在是在学校里边，本身也是老师，因为我是小学的，所以对于孩子有些东西，你像这个东西，我们单位也是有这个专门的心理辅导室，但是其实用的那些东西跟小孩就是他用起来就是很有限，而且你实践就是说你实操的很有限。因为你那个真的你去实践的话，就是很多还有一些你需要有这个实践者嘛，他这个因为工作限制也比较有限，所以就是我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也就一直在学，所以我就进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后来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就是当这种讲师，所以我就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学的这个又没有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怎么样后期可以成为一个讲师。再一个我们本身这个因为我们在西安嘛，
当时跟我这个老师，我们也有想法，就是自己说要开工作室，就是因为他也有一些资源，但是我们毕竟是就是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就是再有一个人的话，也很容易就是加入进来。就问题就是后期的这个运营呀，没有一个大的这种就说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公司呀，作为一个就说是依靠的话，你发展起来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这个老师他现在做的一些就是一些小课程，就他在微信群里边就一些小的课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特别好，就是想问一下，那完了以后，那就是可以这个，如果说是想参加这个讲师，是不是先跟咱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联系，是吧？对对对，你在群里头，你直接就艾特管理员，或者是你在群里直接发信息就可以。对，好的，好的，完了以后就是我再跟他们了解一下这个社区申请，我再到时问一下我们老师，看他们有没有想法。因为咱们这个，我刚才把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运营模式听了以后，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我还报了一个课程，他这个课程的老师他讲的也是身心灵价，也是这些东西，他比如说他讲一些星光体呀，就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包括也有一些高维智慧的链接，也有心理学的，包括原生家庭，它的这个运营模式就跟咱们心灵家园的现在这个运营的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它也是这种奖励机制呀，什么分销的这种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挺好的，因为他们也是有线下机构，他们那个，但是他们那个线下的社区不像咱们现在目前规划的，就是说，这么的全面。他们也是有，就是那种类似于心灵的那种，心灵家园就跟一个小会所一样，但是他没有说像咱们这种需要，可以组织活动，可以去讲课，可以比如说让讲师过来助讲，他们只是可能说就是大家在一起。比如他们主要是画那个曼陀罗的画，大家可能在一起画个画呀，干个啥，他没有那种老师助讲，所以我是觉得咱们这个就是挺好的，想就是了解一下。好的，我下来完了以后跟他们那个跟那个管理员联系一下。好，谢谢老师。好的，好的，好，再谢谢。见。好。下一个是 Vincent 吧，好像是 Vincent 直接开麦啊，开麦了已经，对你直接讲吧。啊，麦克老师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到，文森。啊，首先谢谢你哈，就是一直在有听您的这个赛事资料，然后还有就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您的这个课上尤其是您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分享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其实如果活在架构2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天去响应就好了，那不需要去定目标，不需要去做计划，每天就按照自己的高我的这个指引去过生活。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今天晚上听了您的这个关于共建者计划，那么里面有一个行为共建，那么假如我自己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共建者，那么我在成为这个行为共建者的这个方面的话，会不会需要去定目标，需要去定计划，为了达成这个心灵家园的这个建设我们要定一个1年期的计划、3年期的计划、5年期的计划，那这样的话，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纯商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有没有冲突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如果成为这个行为共建者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工作现在，那么这是一个义工的身份呢，还是一个兼职的身份呢，还是一个专职的身份呢？这个也是比较不清晰的，就目前而言。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也是一个身心灵的课程，那么也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往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去扬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国家目前我们的国内的国情是不是对这一块监管的比较严格？那我们如何去做这个方面的工作，而不受这种或者说不会受到这种政策的影响或者干扰，能够让我们真的可以往这个方向很稳定的学习成长。好，这是我的3个问题，谢谢老师。好的，好的，谢谢 Vincent， 这个问题问的都非常好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了你值得之后，我们进入了一种顺流的工作状态，我们就
啊，每天跟随内心的指引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跟随自己的内在喜悦的最高喜悦去行事就可以了。而这里面呢，比如说心灵家园共建就是你想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俩之间是不冲突的，因为它就是你顺流的状态的结果嘛，因为你就想做这个事情啊，这是正常的一个方向。这个你能听懂吗？就是说我就是想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我内心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你今天，比如说我今天他让你做打零工的生活嘛，那你今天打零工就是干这个，你正好今天就想干这个，那你就去干了就行了，这个不用纠结。就是说，那我学了值得，你值得以后，那我什么都不能干了，我任何有目的性的工作都不能干了啊，那就把自己就限制住了，那你就变成另一个无形的枷锁了。对，这里头的做这里呢，就是你值得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要做事情要不要有目的啊？这里头的这个点是要啊，就是我没有目的，我们人生那怎么去生活呢？对吧？你哪怕去吃个饭也是有目的的吧？你去喝个水也是有目的的，对吧？那这里头呢，到底是跟你值得中间有哪些冲突呢？很多人不理解这里面的一个点，就是说，哎，这样好像是有目的性了，我不应该这样的，我应该过顺流啊，就是这样。这里面最简单的一个点就是说，你不加评判就行了啊。从你值得这里面的核心的点，不是不去做事情，是不加评判的做事情，是完全根据你的心流的状态做事情。而不要加太多的世俗的那种是非和这个对错和对结果的那种执着，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喜欢，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愿意，那至于做成还是做不成，那我就不用太多的去拉扯这个事情了啊。但是呢，我要做的时候，我肯定心中有个理想，有个目标，我去做它就可以，只是不要加评判啊。这里头你能理解吗？就是评判心没有，就是我们说的道教说的无为而治。很多人不理解无为，就觉得无为而治就是啥也不干才叫无为而治，不是。无为而治是干任何事情，什么事情他都干，但是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加以评判，这才叫无为而治啊。就是说你只要能不加评判的做这个事情啊就行了。谢谢老师。那我大概能够理解啊，就是但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会，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我们在三维世界工作，然后这个虽然我们在这个学习之后明白了，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高我在创造出来的这个游戏，我们在做游戏，但我们在面对工作的具体的事项，每天日常的这些事物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想法啊，好坏啊，那个就把这个去掉，就把这个去掉就好了。对对对，比如说你的领导会批评你啊，比如说你也会受他们的影响啊，把这些批评啊、影响啊，甚至包括自己的得意啊，就得意忘形啊，很开心啊，把这些都去掉。就是不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这种只要是带有分别心的，只要是二元对立的东西都去掉啊，就是凭着自己的这种内在的心流的状态、喜悦的状态、开心的状态去做。对，我懂这个平时也有在练习。那我问的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我成为这个心灵家园的行为共建者的话，那么也在里面就是去出力嘛？对对，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对吧？对，第二个问题不是还没到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假设我成为这个行为共建者，然后其实在比如说那个新媒体运营这块我可以在里面去贡献自己的一些能力能量。那在这个方面，其实老师也有要求，也有目标要实现，对吧？然后团队里面的小伙伴，其实他们也会对自己这个结果会有一定的这个期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商业公司一样，就正常的公司这样子，就会比如说这个事情做不成了，然后就会出现等等的这种，就是像职场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共建者自愿的这种行为方式来参与，我们并不是说会强迫你。我觉得这里面分成3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初级的共建者，你就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其实这个问题跟你刚才说的第2个问题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作为早期来说呢，你就以一个普通的一个共建者身份参与进来，你也不用付出什么，你也不用有太多的这个付出。你就只是你觉得这些好的课程，你愿意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初衷
就够了啊，你就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嗯去获得这样的收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你发现，哎，你想更专业的做这个事情，那你就参加我们14天的一个关于销售的、关于市场、关于推广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培训。那这个培训本身是免费的，那你学完之后呢，你的营销的水平和技能会更专业一些啊，这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啊，你就属于那种半兼职状态了啊，就是会讲你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兼职状态了啊。这时候呢，你的收入就会增加，你每个月可能会有几千甚至几万的收入了啊。当你想进入第三个阶段，你想变成心灵家园的一个核心的推广人员或者一个骨干的新媒体的运营人员的话，那你就可能会加入到第三个阶段，你可能会要请几天假，可能会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参与到心灵家园的核心的新媒体的运营和这个过程当中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逐渐的成长成一个专业人士。那当你达到一定的专业技能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你聘任为我们心灵家园的一个专业的运营人员啊，这就是从志愿者或者从完全的这个志愿者参与到最后的全职参与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是希望大家呢都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就是当你自身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你也不要强行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找到一个自己过着很舒服、没有压力、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参与到共建当中，而不要呢带着很大的压力做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你想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压力去做就不好了？我们也不希望你这样去做，我们希望你是带着去分享，带着去想把好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自己也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然后这个学习的也不会学得太吃力，这东西根本就不会，也不想，也不感兴趣，非要逼着自己去学，这些都没有必要啊。那你可以参与到其他的，社区还有比如说还有玩的地方，你可以带着大家去玩啊，你可以参与到别人组织的玩的活动当中去啊，就是你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参与社区共建里头，而不是只有这一种方式，就是我去做销售，我去做推广，只是其中一块儿，就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参与，这是第二个问题。对，好的，谢谢。然后让你第三个问题，我刚才忘了你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了，我还记得问了3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国家政策对于这一块对于关于这块，我觉得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发心，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之前已经做了有3年了吧，我们在各种的这个媒体上的宣传啊，或者是我们分享赛事资料这些东西，那你按照国家的很多的政策理解，好像他都不是特别愿意，因为有的时候跟他的那个主流价值观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因为我们的发心是好的，我们是希望所有人跟我们一样的都是好的，我们希望他们都是喜悦、快乐、平和的，而且我们在内心里头都是非常的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民族，我们是希望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会非常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发心作为前提，所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不论是在这个线上的分享，这3年来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甚至我们的每一次赛事的课程的分享没有一次中断过我们这么持续。然后呢，我们做的这种各种活动线上活动、线下活动，包括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组织了全国100多位小伙伴在4个地方组织了4次线下活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时疫情是全国内是最严重的时候，3月份。那等等吧，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是，如果你相信信念创造实相，你就真的会实现信念创造实相，真的就没有人来会打扰你。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来说，或者对整个国家来说，或者对整个人类未来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来组织？因为他们也想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你恰巧做了一个别人也想大家都想做的事情而已而且我们这里面也不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是把很多利润或者大部分利润都拿来分配给更多的共建者，就等于说我们搭了一个台子，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产品，提供一个盈利的渠道，提供一个销售的渠道。然后提供一个大家聚会的场所就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说的问题呢存在的，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更多的去讲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个最新的东西，比如说跟儒家相关的东西，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东西，跟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相关的东西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学了通透以后，他们的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是相连在一起的，并不冲突的。比如说我最近在讲的这个《了凡四训》，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嘛。那我们的国家也是希望我们有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那这个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就是要把我们老祖宗的很好的东西发挥出来。比如说《道德经》
那有多少人真的能理解《道德经》的东西呢？比如说庄子里面的东西，比如说阳明心学，这里头有多少人真的能理解呢？包括我们的《黄帝内经》、我们的易经、我们的中医，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能理解呢？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展示，我们就等于说把传统的文化给它重新发扬了光大，重新焕发了青春。那有更广泛的人接触到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那对整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来说和民族性来都是好事情。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调整，也不会说是以赛斯为主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不再纠结于具体的哪一个学派或者哪一个流派我们才能讲，我们不讲赛斯就讲不了了，我们只能去讲，不是的，我们可以拿着任何的东西讲出它内在更深的意义来说，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或者能理解它更深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它的底层都是跟天地相连，都是跟宇宙万物相连，都是万物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看任何的传统的都可以达到这种状态，所以说没有这个纠结，我们也并不担心。我相信心灵家园的铁粉老粉们都会认可这一点。那我不知道麦克老师之前在国内有做过抖音直播跟视频号直播吗？因为那个平台上面它是有很多敏感词的，它跟 Zoom 不一样。对，我们在抖音直播没做过，但是我们在视频号直播已经做了今天是第6次，不是第7次了，今天是第7次视频号直播了。对，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做下去，可能以后会做的可能会更多的一些课程啊相关的内容也会在视频号或者在平台上会做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也会有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抖音号一些敏感词，我们都会给它做一些处理就包括我们今天刚开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们做了一个了凡四训的一个宣传片嘛，这里头也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就是类似这样的。那会儿没进来。回头我们会发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好，我没有其他问题，不耽误其他那个伙伴的时间了谢谢麦克老师。好，谢谢文森，对，那问题都非常好。对，好，下一位是明明。老师好，我是明明，对，谢谢，谢谢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这个人吧，就好一件事，就是想分享这样子。那比方说哈，就我现在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惑，比方说我现在已经很开心的参加了我们的自媒体的那个，因为有了心灵家园的自媒体，我就格外的兴奋，所以我就开始也做一些视频，然后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上面。但是同时你知道吧，哪怕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视频，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有一个YouTube 的账号，那 YouTube 的账号上面有人不多了，但200-300个订阅者吧，但是也都是分享我自己的原创视频跟灵性的那些，就是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在上面，但是都是自己的原创，还有一些是语音的。那还有我自己在微信上面也凑合弄了一个视频号哈。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说我每一次做一个视频，我肯定会把它放在咱们的自媒体，因为心灵家园是我最喜欢最心爱的地方，这个没有办法。那同时我还是会想把它放在我的视频号和我的 YouTube 的账号上，这样可以吗？因为我就觉得可以的可以哈，就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都是我自己的原创的，或者是一些自己特别喜欢，比方说赛斯资料啊，或者八曲仙人之歌啊，那些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些特别有力量的文字，把它朗读或者是做成一些简单的小视频。那我就说我的自己的想法就是除了咱们这个宝贝的心灵家园的这个自媒体之外，也可以放在我自己跟那个的平台上面，这样的话就是不管了，反正是无心插柳嘛，就这么一个想法，可以哈？对，可以的，对，我们鼓励每个人都绽放自己，活出自己来。对我就想多分享一点，其他没有什么想法，反正越分享就越开心就对了。谢谢老师。我的问题问完了，然后等我们下一个阶段去做这个各个地方的线下社区的时候，对明明前一阵特别兴奋的去找了很多巴黎的这些房子呀、
地方啊，他选了好多给我发过来看，对，很多地方都非常美啊。然后法国那边的很多环境啊，包括这个就是他上次找了几个啊，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就是我们在线下建设的时候，我们再去跟明明去沟通吧。啊，到了这个欧洲各地，对，我在，对，您说，对不起。对，没有，就是我上次都是你给我发的帖我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急，这个方案还没有出来嘛，等方案出来之后，我们就一块来运营它，看怎么来弄它。对。是的，因为我们欧洲，你看有德国的小伙伴荔枝，然后有冰兰英国伦敦的，还有爱尔兰的冰冰。我们欧洲真的是好多的小伙伴都特别热情。我在这里为自己欧洲的小伙伴们做个广告。我说完了，谢谢老师。谢谢，欧洲好多小伙伴。好的，谢谢明明。好的，那我们下一位发言的是 Elizabeth。伊丽莎白，来，请开麦。老师你好。哎，你好。我有2-3个问题要问啊，就是这个美国市场，您还回不回来会开辟这个美国市场，或者是建立团队啊？对，会回去的。我是原计划是9月份回去，对，但是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可能10月份，现在还不确定吧。对，我本来计划是9月份回去，对。我们还想在这边都很小伙伴都很积极，等你回来，我们建立一个团队，开辟美国的市场啊。是的，我们原来做了一些洛杉矶周围的活动，然后也做了一些西海那边的活动，东海那边还没有去。然后美国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想积极的参与进来啊，我就不一一说了。特别对，因为这边是你发展的地方吧，开始。放心。然后，对啊，因为这边还有很多人。然后就是如果你开辟这边的市场以后，也会不会就是说像国内那样，就是培训，进行讲师的培训啊？会的，我回去之后就会先做的就是讲师的内训，然后顺便同时把这个线下社区的运营和上下，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和在这边其实都不一样嘛，它的新媒体的这个平台也不一样，对吧？你有很多国外的媒体要去运营，社交媒体啊什么等等的，然后它的这个方式也不太一样啊。那线下运营的方式也不是特别一样，因为它地广人稀嘛，然后它的这个方式啊、交通啊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国外是有一套国外的运营模式，然后那等我回去以后，我们再一起具体商量怎么把美国这边的市场做起来。对，国内的小伙伴。对，那太好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国内它毕竟还是大本营嘛，华人中国人的大本营。其实在美国这边也，特别是洛杉矶这边还有别的地方啊，华人他像这种灵性方面的团体也比较多，特别是像尔湾，它也有一些身心灵他们运作的一些那个团体啊。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互相联系借鉴起来，一起看如何协作啊。是的，谢谢，做得很好，对，不用担心。好，谢谢。好的，谢谢。我们下一个提问的是于环吗？这是预警吧？对，请开麦吧，因为下一个是你呢。能听到吗？请开麦。哎，老师好。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的共建者有多少人呢？现在共建者一共
我们从去年开始加入共建者的一共是700多位，然后出资的共建者现在是250多位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是愿景是什么样？就是做就是不只是做全国的吧？应该是，我看你这是要以世界为主。对，是全球的。我们一开始是做全球的，但是我们得一个一个做嘛，我们也不能着急。对。那共建者只能申请一个社区吗？一般是在他生活的地方申请他的社区，那他不在这个地方，他很多线下活动是没有办法组织的嘛。对。所以一个共建者，他只能扎根一个地方。他运营这个社区扎根一个地方，对，他当然可以他去别的地方可以去做访问呐，或者交流啊，或者做讲师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运营，比如说他线下的，他只能以他生活的为主的这个社区。对。那这个就是建设这个社区有什么样的条件吗？我们刚才这个Ego他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首先就是你得有一个场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场地多大呢？从小到大都可以，比如说你小的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小的读书会啊，那你大的地方就可以承载一些大的活动啊，都可以，不是说一定要很大，就是几个人也可以做起来啊，3个人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小大都能做，小的就是做微节点啊，大的可能做一些当地的一些旗舰店呀，或者是一个区域中心呐，都是可以的。那比如说，那种道观什么的，可以合作吗？可以作为社区吗？道观我们倒没有什么这个不方便的，只是可能他们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吧。就是对，我是担心别人会觉得，哎，你们都讲到我们这里来了。那这个要是详细聊的话，这个部分跟谁去聊呢？你在群里头艾特他们，然后如果说他们解决不了，就会转给我；如果他们能解答你的问题，他们就会给你解答；如果解答不了，就会转。对。因为我是有道观的，然后我是想看看这一块儿，怎么合作，因为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来的也比较晚，然后听的也断断续续的。好的，那你就那个在里头咱们单独的去交流。行，因为我没有你微信，没有联系方式，然后你看谁，然后我加谁，然后咱们转接一下，对接一下这块儿。对，你艾特管理员，他们都有。好，那个讲师是每年什么时候开班？一般都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就开班，在国内的我是说，然后在国外的，美国那边可能是在今年的10月份或者10月份年底吧，年底前开，然后欧洲那边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次什么开。对，基本上是国内和国外分别都会开，因为现在疫情嘛，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就不用开，就开一次就行了，那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在一起。但是因为有疫情，实在是没办法，因为隔离啊，还有各种限制啊，就交通很不方便。现在。好，那我清楚了。好的，谢谢。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到时候艾特一下管理员，然后我跟老师对接一下。好的，好了，感恩老师。我们再见。好的。好，下一位发言的是 Miso， 还是 Miho？ 米苏，麦克老师好。你好，我还不会发你。不是，那个是那个中文名，对，不是，就是中文名的一个音译。米苏，好的，麦克老师您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在那个 PPT 里面看到有一页是关于家园教育体系的这一块，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教育体系是特指的灵性教育这一块吗？还是说是在普世教育这一块也是有一些愿景的？是在普世教育里面，就是是在普世教育里面，对，您这边可以算，对，就是我们很多的很多学习灵性的这些
家长们他们的孩子，他其实因为他自己学了灵性之后，他就能看到孩子他的痛苦，或者他在这种传统教育环境下，可能他们不太适应啊。他感觉到，那如果他没有学习过这些知识呢，他就觉得那大伙儿都这样也无所谓了。但他一旦明白，他也会替孩子着急，可是又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一个教育方案，或者一个不能说自己辞职就是带这个孩子。那我们现在家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啊，他们的孩子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也提了很多方案，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些针对这些孩子的，就我们家园内部自己的我们的共建者也好，或者我们的会员也好，他们的孩子能有一个学习的地方啊，比如说就是从初级开始啊，从小学、初中、幼儿园这些开始啊，这是他们提到的。然后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时候，很多家长也表达了类似的这个意愿。但是这个呢，其实难度就在于，就是咱们国家政策呢，其实是不太允许这样做的，因为在9年义务教育里头是不允许你总弄这些其他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方案，能够既能够解决这些家长的这种教育需求，又能够符合咱们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但是有些话呢，可能或者有些内容呢，我们可能也不方便公开去讲，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给这样的一些孩子和家长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目前还是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是吗？对，在探索阶段，因为涉及到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啊。然后我这边也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也是马上要上小学了，我这边也是对目前的体制教育，我觉得目前的体制教育实际上是特别阻碍学习的一种模式，所以呢，我自己也是特别想探索一条新的路，所以我刚才看到您这边有一个家园教育体系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好了，快加入我们，我们这里头有很多老师，我们这里头有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然后我们加入到一起，我们一起探索一条路来。这个，对，是的，因为我是准备去加入成为一个共建者，然后我是对那个自媒体运营和那个讲师两个部分都很感兴趣，然后就是我自己主要想要就是贡献的一个部分呢，就主要是教育这一块。太好了，好了，也特别谢谢麦克老师提供这个平台。对，谢谢米素。我们前天我们在公众号上分享了一个照片，一个视频，也说到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树林两条路，我们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原因就是真的是有别样的风景啊。是的，回头我们在后续的那些具体的探索的那个模式，我们后续再具体的再聊，再大家一起探索。好的，谢谢米斯。谢谢麦克老师。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好的。好，谢谢。好。那我们我们 Zoom 会议室的提问已经结束了，大家举手的我们都已经提问过了。我们看视频号上还有没有提问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和会议就到此结束了。那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已经扫码入群的小伙伴可以在群里继续提问或者继续去交流。那因为这个线上的会议嘛，直播要照顾到各个平台，可能效果也不见得都尽善尽美也希望大家见谅。然后呢，我们在线下的或者线上的平台里头，我们会有更多的交流，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和机会能参加到我们9月初的这个线下的活动当中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大概前后可能要1周的时间，前面有3、4天是我们自己的培训，后面3天是一个专业的新媒体运营的国内的顶尖公司给我们做的这个内部培训我们把它开放给共建者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他已经同意了，这是也是他们第一次针对开放给这个个人的，他们以前是只针对公司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就到此结束了。那谢谢大家的参与还没有扫码入群的就赶紧扫码入群吧，然后有些问题在群里交流也希望大家关注公众号，我们每周6都有直播。好了，谢谢大家。